一江春水向东流，过枝佳秋何时休？夜哭花落春也去，梦断深宫恨悠悠。六宫粉黛红颜愁，一往为中江山瘦。云河千里琼花路，流尽黄金望孤舟。我柔软化了雄心，富贵断送了追求，只留下一弯冷月入骨头，渡了千古愁。怎么，贤弟要走？一言难尽，小弟告辞。告辞。怎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想行凶打劫吗？识相点儿，少管闲事。那我就先抓你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给我上！贤弟快走！别让他跑了，抓住他！
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嘿，哎呀，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拿下！我是东宫密使，奉命捉拿逃犯，回头再给你们算账。小的不知。走。密使。多谢大哥救命之恩。恕我冒昧，你为什么女扮男装？抓你的那些人是什么人？秦大哥，你知不知道周朝有个尉迟迥？那是人人敬仰的大忠臣呐。我就是他的孙女，名叫尉迟珍。我的爷爷父亲都死在杨坚的手里。太子杨广为了杀父夺位，命我潜入宫中，可事不如愿，我便从宫中逃了出来。杨广为了杀人灭口，才下密令四处缉拿我。这么说，抓你的那些人都是东宫的杀手？今天要不是遇上秦大哥，我定死无疑了。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我还有2家远亲，准备去投奔他们。东宫杀手不会轻易放过你的，望你多多保重。小妹永远不忘秦大哥的救命之恩。天不早了，秦琼拜辞。拜辞了。给，拿着路上用。驾，驾。放虎先帝。哎，恕我兄。是不是找你的坐骑来了？啊？哎呀，你险些闯下大祸了。那些人是东宫派出的杀手。我知道了，多亏你到得及时，也多亏了你这匹宝马呀。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走，咱们进屋慢讲。下马！你们找谁呀？你叫尉迟德贵，是吗？是啊，我叫尉迟德贵。你的侄女尉迟珍来过没有？我侄女从宫里出来了。不要装傻，快把尉迟珍交出来！尉迟珍没上我这里来啊。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啊，你们还有王法没有？王法？这就是王法！哎，刽子手！哎，走！
等下，叔叔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怪我。一群废物！既然见到了尉迟珍，怎么还让他跑掉？启禀殿下，小子们知罪。齐州一带是尉迟家的祖籍，顾往料他还会在那里出现。尉迟德贵一家已经被我们杀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尉迟珍的踪影。你们带人再去蹲守密查，1个月之内提头来见。遵命。来人，速请岳国公前来见我。遵命。殿下，尉迟珍的事不必操之过急。一个弱小的女子，料她逃不出殿下的手心。自母后过世之后，父皇就喜怒无常。万一此事被尉迟珍泄露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宇文大人，夺宫之事，万万不可再拖了。殿下，昨日皇上重整了宫中的守卫兵马，这些人大都是李渊的部下，要行大事，必先除掉李渊。这个李渊，自从平陈开始，就处处与顾王作对。现在是该到了除掉他的时候了。启禀殿下，岳国公被圣上急召入宫了。哦。陈阳素叩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赐座。朕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漫天的瓦砾落到朕和独孤皇后的头上。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怕。你替朕圆圆这个梦，是不是有什么凶兆啊？陛下，依老臣看，陛下是因皇后娘娘的事过于悲痛所致，谈不上什么凶兆。只不过，岳国公，有话直讲。陛下，那天皇后让老臣劝陛下回宫，并对老臣讲，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陛下与皇后娘娘走上一座都城，城门上有一棵果树，树上果实累累，陛下刚要伸手去摘，就见大水滚滚而来呀，将皇后与陛下困在了水中。这分明不是一个好梦啊！臣照方士圆梦，他们讲，城上有树，树上有子，树为木，木家子为李字。看来有姓李之人想谋害陛下，天助陛下，才示警于皇后啊！
说的有道理呀。朕想起一个人来，岳国公，你还记得陈国有个旧臣叫李浑的吗？陛下封他为陈国公，就住在京城。这浑字伴着水，这水淹都城的恶人，一定应验在他的身上。陛下圣明。只不过这李浑年事已高，又不掌兵权，树上有子，他的子孙必定是上天示警的恶人。岳国公，这关系到江山社稷，你替朕拟旨，赐朕酒，令李浑与他的阖家子孙即刻自裁。臣遵旨。圣上有谕，陈国公一家着令自裁，钦此。陈国公大人，快遵谕旨，领着你的儿孙们上路吧。爹爹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生命不可违呀，是爹爹愧对祖宗，致使我李家惨遭这灭门之罪。臣李浑恭谢圣恩。我的孙子，我的孙子我的孙子。老夫一听到赐死陈国公的事儿，就赶到宫里叩阁，可皇上就是不见，这实在奇怪呀！这灭门的大罪，怎么能没有个说法呢？老夫早就说过，晋王一入东宫，加上他身边那几个奸贼，国事会一日不如一日。自打皇后归天，皇上很多事情都交给了太子，这陈国公一事，一定有人作祟。陈国公一向为人谦和，这几年又在家中静养，怎么会招来这么大的祸呢？看来，这京中不是久留之地呀！唐公，千万不要有这个念头。有你手握兵权，坐镇京都，他们做起坏事来，还有些个顾忌。若是唐公离去，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了。王爷，自晋王入主东宫，帝如履薄冰度日啊！陈国公之死，恐怕就是帝的不祥之兆啊！陛下，喝了吧，慢点儿。陛下，皇后娘娘乘鹤西去，臣以为陛下身边该有人伺候，是不是？朕老了，何况
后宫有佳丽3000，若选出1、2个真正可心的人，也不是易事啊。老奴愿为陛下挑选。你去办吧。臣遵旨。殿下，走吧。留步。殿下，你还记得孤王吗？奴婢忘不了殿下救命之恩。那你愿不愿意随孤王一起回宫呢？亡国之女，任凭发落。公公，孤王想将此女带回东宫，不知公公可否在父皇面前美言几句？太子殿下，恕老奴直言，这2位婕妤乃是皇上新选中的妃子，恐怕……哦，父皇果然好眼力。老奴告辞了，跟我来。父皇，近来我听人说市井街头传着这么一首童谣，说什么日月照龙舟，淮南逆水流，扫尽杨花落，天字记无头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记无头是个李字，杨花落记无头，这分明是说李姓之人要夺我杨家天下。啊，什么？老臣也曾听到李子结实并天下，杨主虚花没根基。陛下，这是上天的示警，陛下不可不防啊。朕已处置了李浑一家，难道？父皇，这可关系到我杨家的大隋基业，依儿臣看，天下李姓之人皆不可留啊！陛下，太子所言有理，请陛下颁诏吧。这你们去办吧。启禀王爷，快去瞧瞧吧。何事惊慌？朝里一群姓李的父老哭着喊着要见您呢。哦，王爷，为什么皇帝要杀尽天下李姓人呐？当真？王爷，皇位里面太多人了，王爷到底为什么？备车进宫。是。朕戎马一生，晚年能得到2位爱妃，真是朕的大幸啊！陛下，臣妾承蒙陛下的宠爱，愿日日夜夜陪伴陛下。陛下，请。启禀陛下，忠孝王爷有急事叩阁。
真是一时不得安宁啊！两位爱妃暂且回避，啊。是陛下。宣忠孝王。宣忠孝王爷见驾。臣武建章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我说老王爷，你有什么急事不能等到明日早朝啊？臣从中书省见到皇上这道还没有发出的诏书，皇上要诛尽天下理性之人，这怎么使得呀？不知陛下为什么这样大开杀戮？哎呀，老王爷，你没有听到街头的传言吗？什么李子结实并天下，扬言虚花没根基，这分明是上天示警，李姓人要夺我杨家的大隋天下，朕为什么诛杀不得呀？国家的吉凶祸福虽为天命，却多由人之所为，这便是所谓妖由人兴，亦由人灭的道理啊。多有人之所为。陛下，自古以来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。这样大开杀戮，致使人心动摇，万万不可呀！难道上天示警，朕就无动于衷吗？所谓上天示警，也许是妖人作怪。臣以为，要稳固江山社稷，在于修德，不在用刑啊。老王爷的话有些道理。朕要他们重新拟旨，所有李姓官员一概不得在京任职，更不得执掌兵权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令唐公李渊为太原府通守，节制西京，言即日启程，钦此。臣李渊领旨谢恩，恭贺吾皇万岁万万岁！可恨忠孝王这个老匹夫！要不是他截取谕旨说动父皇，那李渊早成刀下之鬼了。无论如何，总算夺了他的兵权，把他撵出了京城。他虽然离开京城，可还带兵节制一方，这如同放虎归山，必定留下后患。殿下非要他的性命，微臣倒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臣可以让小儿宇文成都带领东宫的票骑乔装改扮，埋伏在路上，结果他的性命还不易如反掌。是个好主意。不过，宇文成都带兵追拿尉迟珍去了。按殿下的意思，他已经在尉迟珍的祖籍一带安排了密探，现已返回了京城。很好。不过，这京城之外，可有适合下手的地方吗？临潼山的扎树岗，那里地势险恶，易攻易藏。好，过往要亲自出马，看他李渊怎么死在我的刀下。这朝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要把您调到太原去？一言难尽呐。夫人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所有在京的李姓官员，不是卸甲归田，便是罢免官职啊。
能让我到太原去做通守，这已然是皇恩浩荡了。前些日子，成国公府的事就让人费解，我看准有人在皇上那儿进谗言。夫人，千万不要乱讲啊！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未必不是好事。我只担心你的身体，你有孕在身，这一路颠簸，怕出意外呀。是啊，离分娩的日子不远了。老爷能请求晚走些日子吗？此事很难呐。我也担心留下来会生变，下决心走吧。上去了！哎呀！回榜，哎，苏宝兄，来，你也耍一招。这南派武士中的采青，可不是人人都能耍得的。我可没有伯党贤弟这样的身手啊！叔宝，润甫兄，叔宝、伯党，快去屋里喝几杯。哎，樊虎怎么没有来呀？润甫兄开业大吉，哪能不痛快喝几杯呀？樊捕头一定会来的。请。过来，来了。哎，干！润甫兄啊，这店面地势不错呀，哎，发了大财，可别忘了咱们这帮兄弟啊！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来，吃，来吃。哎，二位哥哥，我刚听说呀，皇上颁出谕旨，要各州府加强武备，叫上造反的响马，怕是啊，又有好戏看了。叔宝兄有何看法？官逼民反这句老话断然是错不了的。朝廷里现在今日建院，明日征高丽，这钱都出在百姓头上，断了活路，这响马能少得了吗？好啊，你们三位坐在这儿喝酒。来，坐，樊甫兄，上酒上菜，来，坐。怎么样？我说樊都头一定会来的吧？好。哎，任不兄啊，祝你发大财啊！来，干！来吃，来。哎，叔宝兄，小弟有件正事。近季府里要招一名有勇有谋的捕快，小弟我在蔡大人面前保荐了兄长。不，贤弟，这件事为兄实在是去不得。为什么？弟兄们知道，我秦家世代将门，倘若能为国守疆卫土，也算是不辱祖上。眼下这种世道，既然报国无门，就守着几亩田园，供养老母就是了。做捕快供人驱使，再遇上赃官，拿了贼是他的功，起了赃是他的钱，这件事做不得呀，做不得。叔宝兄，你要做大事业，小弟我心里明白。前朝汉廷侯韩信也是行伍出身，不也是一步步从小到大吗？贤弟不要再说了，我是断不会去的。刚才润甫兄讲，皇上下了谕旨，
要加力绞杀降马。这下，樊都头要大显身手了吧？伯当兄，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当下这个时局，我樊虎是哑巴吃饺子，心里有数。那种明偷暗抢、祸害乡民的贼寇，该抓的当然要抓。至于那些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、山中响马，我樊虎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无论如何，那种伤天害理的事，我樊虎绝不做。樊都头讲的真有意思啊！樊都头是条好汉，来，我王伯党敬你一杯。来，伯当兄，过奖了，喝，干！几位兄弟，你们慢慢喝着，我还有点事情，先行一步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哎，坐。都头啊，让叔宝去做捕快，你可保真差了。他的为人，我最清楚。听您的意思，我们这些做捕快的，就低人一等吗？不，都头不要误会，我只是说，叔宝的性情不会去做。依我看，也不一定。好在我在叔宝面前还有些情面，总会说动他，叫他答应。我看未必呀。任伯兄，我们就赌一赌。他若不肯去，我甘愿辞去都头一职，到你的小店里做一名帮工。不敢，不敢。他若肯去的话，听说任府兄新近买了几匹好马，就让叔宝兄挑上一匹做脚力，怎么样？这个赌不得，赌不得。依我看，赌的，莫非润府兄舍不得一匹好马吗？哪里，我是舍不得州府衙门里少了一位好都头。好，咱们是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伯当兄，你就来做个中人，我们3日为限。如果叔宝不答应，我认输。要请出叔宝，我可有个办法。有何办法？快讲。那么秦伯母，哟，樊都头啊！伯母，我给你道喜来了。哟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好。我有什么喜呀？伯母，我在蔡大人面前保荐了叔宝兄。蔡大人这回破例答应叔宝兄，只要一进衙门，就给补个都头。你看看，这不是喜吗？做捕快。只要叔宝兄一进衙门，凭他的本事，那日后不是步步高升吗？多谢樊都头的保荐。不敢。哎呀，就怕叔宝他不答应啊。伯母，叔宝兄最遵孝道了，他对您老人家的话是说一不二啊。再说，伯母，这可是难得的机遇呀。樊贤弟，叔宝兄，这次我可是茅庐3顾啊。樊贤弟，你不要再提了，做捕快的事，我是断然不会去的。叔宝，不要驳了樊都头的一片好意。你的祖父最初也不过是东宫侍卫，大事业总要一步步做起呀。就是啊，娘，您老人家听我说。你不用说了，
我问你，整日在家这样闲荡有什么好？进了宫门，有了管束也是好事啊。听娘的话啊，请樊都头回复蔡大人，这件事儿啊，应下了。哎，叔宝兄，伯母大人都答应了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娘，孩儿遵命就是了。樊贤弟，算你鬼头。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哎，叔宝兄，走，去哪儿？哎呀，走吧。叔宝，我这几匹好马呀，任你挑选。哎，叔宝兄，你可要挑匹好的，因为这个是他认的输。我知道，这个是波荡兄给你出的好主意吧？啊？哎，不，叔宝兄，其实润普兄啊，早就想给你添个好脚力了。哎，叔宝兄，这匹怎么样？好，就让我试试这匹黄骠马吧。好眼力。叔宝兄，有了这匹好马，再加上你那对瓦面鎏金锏，用不了多久，天下就会知道，咱们这里有位剑打山东六府、马踏黄河两岸的英雄好汉。你等4人来我齐州境内作案，杀人放火，罪恶不轻啊！你等知罪否？知罪。樊虎、秦琼，卑职在。本府命你们2位都头将这4名匪盗押往京都长安寺挂号，然后分别送到山西潞州和泽州归案。你们做好准备，限3日内启程。樊虎遵命，秦琼遵命。相公，儿子，这次公差去什么地方？先去京都的长安寺挂号，然后同樊虎分别去山西的潞州和泽州。哟，路途不近呐，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呐！啊，孩儿知道。娘，明年是您老人家的60大寿啊。听说潞州的锦缎极好，到时候孩儿给你买几匹回来。好。哎，多带几两银子，也不要忘了你的媳妇儿啊。想着呢。你几时动身呢？后天一早。我走之后，你要替我照顾好娘啊。你放心去吧，我会照顾好娘的。几多风雨，几多狂沙，几番征讨，几番拼杀。
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